但如果你常關注近期的台灣防務推演，一定會面臨一個非常現實的戰術問題。面對全球範圍內日益龐大的匿蹤戰機和航艦編隊，與傾瀉而下的戰術導彈飛彈，單靠數量有限、單價高昂的外購愛國者系統，真的能撐過第一波飽和打擊嗎？被寄予厚望的天宮3型系統，難道只是外購受阻時的低配平替嗎？為什麼一次防空跨代升級會讓研發團隊在技術封鎖下艱難試錯了10多年？它真的能避免被廉價誘餌耗盡火力，穩穩守住我們的天際線嗎？打破這種戰術焦慮的關鍵，就藏在真實的防務工程邏輯裡。一旦被對方用大量低成本誘餌耗盡台灣有限的發射管，防空網就會瞬間被撕開缺口。今天我們來看看當初的技術團隊是如何突破全面封鎖的困境，打造出遠超美國的天宮3型防空系統。這套經過驗證的防空王牌又將如何與愛國者系統合併，形成一道多維度的交叉火網？同時，我們還要回答一個終極問題：台灣到底能不能做到固若金湯？要理解天宮3型今天的戰力，我們必須把時間倒回到它研發周期那段充滿挫折和勇氣的時間。很多人以為它只是前代型號順理成章的升級版，但從工程開發的角度來看，這其實是一部在技術封鎖下艱難試錯的排雷水。時間回到1996年前後，當時台灣發現了一個殘酷的現實：面對具備重返大氣層、高速突防能力的彈道飛彈，防務體系原本依賴的老式霍克飛彈，因為導引體制老舊，防空包絡線被輕易貫穿，幾乎形同虛設。在感受到這種實質性的防空壓力後，政府和軍方高層經歷了5年的內部評估與預算決定，最終決定自研。為什麼不直接外購呢？因為向外採購具備反導能力的系統不僅價格高昂，且面臨嚴苛的出口配額限制。為了徹底填補這個防空空隙，並在底層技術上不受制於人，中山科學研究院在2001年正式啟動了代號為層級專案的自主研發計劃，目標直指跨代研發天宮3型防空系統。從傳統的打戰機跨越到攔截彈道飛彈，最大的工程門檻在於台灣發射出去的這枚攔截彈，其鼻錐內部必須換裝微型化的主動雷達尋標器。但在當時，這類高頻微波定組件在國際市場上被限制出口，中山科學院拿着預算，卻面臨買不到核心配件的窘境，只能被迫全自主研發。到了2007年，科研團隊終於拿出了早期的測試樣彈，但在東部九鵬基地的實戰測評中，卻遭遇了嚴重的工程阻礙。最大的問題就是天線罩熱應力與微波信號衰減。這個聽起來有些學究的名詞，其實是一個直觀的工程限制。當攔截彈以4馬赫以上的速度在大氣層中狂飆時，空氣摩擦會在攔截彈最前端的天線罩上產生數千度的高溫。早期選用的天線罩材料在受熱後，不僅發生了物理形變，而且材料本身的電磁特性也跟着改变。這導致內部雷達發射出去和接收回來的電磁波發生了嚴重的折射與衰減。這就好比攔截彈戴了一副嚴重變形的近視眼鏡去打靶，看到的虛像和真實的靶心根本不在一個位置，因為這個訊號交電的瓶頸，早期的攔截測試多次未能達標。與此同時，中山科學研究院還面臨着微波組件微型化的難題，要在直徑只有40公分的攔截彈體內塞進整套雷達收發模組，還要保證它們在巨大的發射過載下不發生電磁短路，現有的技術儲備是完全達不到的。這倒逼着技術人員放棄老式真空管，轉而從底層死磕。當時還處於前沿的固態微波組件，經過幾年的試驗與材料攻關，科研人員終於克服了耐高溫透波材料的瓶頸。2011年，換裝全新主動尋標器的天宮3型攔截彈在測試中成功迎面擊毀了模擬彈道飛彈的高速靶機，初步打通了反導攔截的訊號對接。到了2014年底，這項歷時10多年的專案終於通過最終作戰測評，正式進入量產階段。這段被逼出來的自主研發之路，不僅讓台灣擺脫了底層參數受制於人的困境，更淬煉出了天宮3型這套成熟的攔截系統。那麼，跨過這些工程門檻後，它的性能究竟達到了什麼水準？講完了研發初期的陣痛，我們來看看天宮3型的核心技術規格。很多人喜歡拿它與美制的愛國者系統或是歐洲的紫苑防空系統進行比較。今天我們就來直接看一組具體的工程參數。在防空戰系中，前端雷達的探測能力直接決定了系統的生死。早期在進行系統整合測試時，研發团隊發現，如果沿用傳統的機械旋轉雷達，天線轉一圈的幾秒鐘時間差會導致高速度的戰術飛彈在熒幕上出現嚴重的追蹤斷層。這就好比你在黑暗中用手電筒掃視一隻亂跳的兔子，等光束再次找回原位時，目標早就不知道跑到了哪裡。為了解決這個時間差，天宮3型全面換裝了機動型3維相位陣列雷達，它去掉了機械傳統部件，完全依賴陣列上的幾千個微小單元。
用電子訊號在微秒級的時間內切換部署方向。我們來看組直觀的數據的對比。歐洲主流的紫苑防空系統，其雷達同時追蹤目標數大約在100個左右，而世界頂尖配置的愛國者呢，目前主力的 MQQ65 雷達，公開的追蹤能力也大致在100到125個目標這個量級。相較之下，天宮3型的雷達系統能夠在同一時間內追蹤300個以上的目標，並同時引導飛彈擊戰其中9個最具威脅的高價值目標。很多人可能會問，既然經歷了多次實戰的愛國者系統追蹤100多個目標就夠用了，天宮3為什麼要把數據吞吐量做得這麼龐大？是因為性能溢出嗎？其實這就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因為技術團隊在評估近年來的區域衝突後發現，現代空襲早就不再是单打獨鬥了，對手往往會把1、2枚真實的戰術飛彈混雜在幾十、上百架廉價的無人機和雷達反射誘餌中，一起發起多軸向打擊。換句話說，比起天宮3，愛國者已經落伍了。天宮3雷達龐大的後台算力，就是為了在極短時間內比對着300多個目標的飛行軌跡，把慢速呆板的誘餌彈剔除，防止寶貴的防空火力被無效消耗。前端雷達完成多目標過濾與鎖定，接下來的攔截同樣是一場克服環境限制的挑戰。天宮3型飛彈離開發射槍後，高推力固態火箭能在幾秒內將其加速至數馬赫，但這裡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盲區，在2萬米以上的高空，空氣非常稀薄，傳統的外部彈翼無法提供足夠的氣動力來幫助攔截飛彈轉向。面對一些可以在末端做出規避動作的飛彈，如果無法轉向，就會眼睜睜看着目標擦身而過。為了化解這個難題，天宮3在飛彈尾部增加了一組燃氣舵，它直接安裝在發動機排氣口內部，通過舵片的微小偏轉，強制改變尾焰的噴射方向，讓飛彈在高空中依然能做出急轉彎，死死咬住目標。當距離縮短到最後幾十公里，地面的大型雷達就會交出控制權，飛彈前端自主研制的尋標器正式開機，直接鎖定獵物。在雙方交錯的瞬間，天宮3並不依賴概率極低的直接撞擊，而是引爆高爆彈頭，利用定向破片技術，將密集的金屬碎片雲朝着目標方向集中噴射，徹底撕裂對手的彈體。分析到這裡，無論是追蹤300個目標的相位陣列雷達大腦，還是具備燃氣舵的高速飛彈，天宮3在硬件規格上已經達到了國際主流戰術防空系統的標準，甚至可以說是處於領先水平。但是火力軍要在這裡指出一個非常現實的戰術困境，即便天宮3的成功率再高，如果只是用來攔截幾千塊成本的無人機蜂群，而消耗單價幾千萬的防空飛彈，台灣的發射槍也會在2、3波次的消耗後徹底見底，隨後整條防線將失去戰鬥力。那麼面對這種成本極不對稱的消耗戰，天宮3型在實際部署時該如何應對呢？剛才我們提到了一個痛點，消耗戰。如果被幾千美元的低成本無人机蜂群和老式反舰飛彈來消耗單價昂貴的重型防空飛彈去攔截，台灣的彈藥庫在幾十分鐘內就會見底。等到真正具備致命威脅的戰術彈道飛彈來襲時，將會無彈可用。化解這種不對稱消耗的解藥是構築分層防空網。這並不是簡單的把各種飛彈擺在同一個陣地裡，其核心在於指揮控制中樞的資料鏈。在實戰中，天宮3型的相位陣列雷達不僅為自己的發射槍提供參數，還能將探測到的空情數據實時同步給整個防務網絡。此時，作戰指揮中心開始精密的分配火力。面對超低空來襲的無人機蜂群或巡弋飛彈，系統會將目標分配給成本較低的短程防空飛彈或是防空快炮進行攔截。而當雷達捕捉到高空重返大氣層的戰術彈道飛彈時，天宮3型就會與美制愛國者3型飛彈形成錯落有致的交叉火網。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套系統的戰術分工。愛國者3型採用的是動能直接撞擊技術，攔截精度高，但為了兼顧靈活性，飛彈體積較小，防禦覆蓋的阻击面積相對有限，屬於要地防空的最後一道線。而天宮3型擁有更遠的射程與定向破片殺傷機制，能夠覆蓋更廣闊的空域，屬於區域防空的中堅力量。當飛彈進入射程，天宮3型會在更遠的距離、更高的空域率先發起第一波次攔截。如果不幸落網，目標突入內層防禦圈，再由愛國者3型進行末端補漏。這種一外一內點面結合的部署，讓對手無論選擇高彈道垂直砸下，還是低空隱蔽突防，都會陷入這道多層次的火網中。而在這一整套運作邏輯中，天宮3型帶來一個外構裝備無法提供的隱性優勢——戰系自主性。在真實的電子戰環境下，對手隨時可能改變干擾機的頻率特徵，或者更新彈道飛彈的突防軌跡。如果只依賴外構系統，遇到未知的雷達雜波，唯一的處理方式是搜集數據，發揮原廠，然後排隊等待漫長的軟體授權與系統升級。但在瞬息萬变的攔截作戰中，這種等待是致命的。擁有底層控制代碼的天宮3型，允許技術團隊在戰時自主，適時的修改射控演算法，
讓系統立刻適應新的戰場特徵。分析到這裡，大家對這套結合了外構系統與自主技術的分層防空網應該有一個具體的輪廓了。在這裡，火力軍邀請大家在評論區討論一個戰術問題：如果在未來的推演中面臨高強度的未知電磁干擾環境，你是更傾向於擁有全部底層修改權限的自主系統，還是更信任經歷過多次實戰檢驗的外構愛國者系統？歡迎留下你的觀點。影片的最後，我們把目光投向未來，面對更高位威脅，目前的防務網真的足夠用了嗎？分析到這裡，無論是能同時追蹤300個目標的相位陣地雷達，還是具備燃氣舵的高機動飛彈，本土自主研發的天宮3型在核心規格上已經完全達到了國際一流防空系統的水準。但是有一個容易被大家忽視的工程限制，那就是發射載具的暴露空間與承重上限。目前的发射車用來裝填單節火箭設計的天宮3型，剛好可以滿載4具發射箱，不管是長度還是液壓支架的起數配重，都處於一個完美的平衡點。但未來如果需要面對极音速滑翔載具或變軌彈道飛彈，現有的天宮3型無法攔截那麼高的目標。為了把攔截高度從目前的40公里大幅往上推升到70公里以上的平流層邊緣，正在研發的天宮4型搶攻戰案正在推動。新型攔截系統採用推力更大的雙節式固態火箭發動機，這帶來的直接後果是飛彈的物理長度和整體起飛重量都會出現大幅度的調升。問題就變得非常棘手了，因為加長加重的天宮4型飛彈遇上現在這套天宮3型量身打造的4連裝發射載具，不僅發射箱根本裝不下，即便強行塞進去，也會直接超出原車液壓系統的安全起數載荷。這意味着未來要將天宮4型實用化，不能只是簡單的換個飛彈，而是必須重新研制一款加長版重載型的高機動發射車。這對於整個防務陣地的後勤底盤尺寸、車輛機動回轉半徑以及陣地土壤的承重能力，都將提出嚴苛的工程要求。每一項參數的變動都是一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細節。影片講到這裡，你就能明白，真實的防務建設從來不是紙上談兵。在殘酷的消耗戰中，系統不僅要能應對當下的多維度威脅，還要能在不受制於人的前提下，根據對手的武器升級，實時修改射控演算法，甚至重新設計載具。這種自主解決工程麻煩的能力，才是確保防務系統能夠持續運作的底層基石。好了，關於天宮3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您認為天宮4會在什麼時候問世呢？它會配置一款全新的發射車嗎？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